摆打。KO。中国小伙习得独门绝技，一记神龙摆尾精准命中老外脑袋，巴西 KO 之王当即倒地昏迷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正是如此恐怖的 KO 场面，让全世界的观众意识到中国选手们的恐怖之处。此人就是来自沈阳的搏击新秀刘桂成。作为中国拳坛近几年来最出色的格斗新人，是中国70公斤级最有话语权的新生代选手。他的打法凶猛却不失头脑，不论面对何种强敌，无论面对何等危险处境，他总能想到办法克服困难，完成绝杀，并且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，打出25战21胜16次 KO 的耀眼战绩。尤其是习得邱建良独门绝招神龙摆尾，让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。刘桂成此次的对手维克托，绰号巴西 KO 之王，这家伙自出道以来，在擂台上保持着100% KO 率，几乎每次登台打比赛，维克托都会以凶猛刁钻的拳脚给予对手致命一击。职业战绩35战29胜29次 KO， 这让他挤入世界前5行列。面对如此凶悍的巴西猛人，刘桂成的压力相当巨大。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，一起为刘桂成加油助威吧！比赛铃声敲响，刘桂成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面对实力恐怖的维克托，刘桂成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积极主动进攻，这让维克托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不过维克托好歹是成名已久的拳坛老将，在做好防守反击的同时，没有给刘桂成太多近身搏斗的机会。老辣且娴熟的应对方式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不愧是一位国际名将。对上的来自泰国 Tiger 俱乐部的铁头哥，这个维克多，很有个性的绰号。是，那为什么叫铁头哥呢？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，也打缅甸拳，头锤啊，跟对方拼头锤，太恐怖了。对，心理素质非常过硬，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。对，而且他打缠马是仰赖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。对，刘桂成是一名98年的新人，然后巴西的维克托是一位86年的老将，两个人差了整整一轮，12岁。对，那刘桂成是 MMA 跟自由搏击双栖的选手，他的转身后摆突破、转身的后摆拳都相当不错。对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轮拳法的对攻当中，刘桂成是占了上风。维克托成熟老练，刘桂成则是无所畏惧，一直保持着积极的进攻态势，猛烈的组合拳攻势，一度打的维克托有些难以招架。就在维克托松懈之时，刘桂成突然打出一记神龙摆尾，直接将维克托踹飞几米远，实在是太霸气了。左右田泰成号称日本65公斤级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。对，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、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。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。对，我们现在回到场上。转身个腿把，漂亮。两个拳法互控互顶。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，但是维克托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桂成展开了对攻。对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功啊。他打那场缅甸拳啊，拿了出场费1500美金，这个钱不好赚。最后他还拿了一个金肘奖，他肘很厉害，拿了500美金的一个奖金。一名很有故事的选手。是。然后他也跟这个单猜打过缠马，打65公斤级的，当然是单猜赢了。对，也应该是常年在泰国老虎拳馆训练的一名巴西选手。对。他也输给孙维强，因为他的手被孙维强给踢伤了。很漂亮的击斧。是。那现在蓝方的教练 AD 叫他用踢的。比赛临近尾声，两人间的拼斗越来越激烈。拼打型的选手就是这么刚，拳拳到肉的打击感让台下的观众直呼过瘾。面对刘桂成猛烈的拳法攻势，维克托被打得有些狼狈。但是维克托这家伙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身抗揍，尽管多次被刘桂成命中，维克托依旧可以采取缓慢移动。毕竟刘桂成内围，似乎刘桂成的拳法很难对他造成决定性的伤害。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，那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经过第1回合的较量，两人一开场就打得相当的凶猛。在比赛经验方面，刘桂成或许略逊一筹，但是要论凶猛程度，刘桂成可是当仁不让。凶猛的拳腿攻势一度打得维克托有些手忙脚乱，尤其是摸透维克托的套路后，刘桂成顶着维克托的重拳，强行突进内围和对手拼拳法。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。
刘桂成拳法近身之后补上一个膝撞。双方都会依据第一局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战术上的一个调整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维克托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，针对刘桂成前腿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，展开了进攻。又是一个膝关节内侧的进攻。但是维克多的膝关节的进攻对上跟之前的荷兰选手来比较的话，他功力稍微差了一点。对，不管是从这个力度还是准确度，都欠点火候。一个漂亮的转身后摆拳。刘桂成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拳法。刘桂成的拳法开始奏效了，此时维克托的鼻梁似乎已经被刘桂成打断了，鲜血止不住的往外涌出来，维克托满脸是血，非常的吓人。裁判见此情况，赶忙叫停了比赛，让医护人员对维克托进行处理。然后目前我们刘桂成的重拳对于维克多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了，已经产生效果了。对，维克多的鼻子被打出血了，比赛进入了医疗时间。这时候其实维克多呼吸是会有点困难的。而且有时候是除了鼻孔是塞住之外，有时候这个血会倒流到咽喉，连嘴巴都很难呼吸。对，这会给比赛造成很大的困扰。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医疗监督首先处理了选手鼻腔内的积血，然后通过冰敷压止来控制选手鼻腔继续出血，是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。也代表着维克多虽然他有这个铁头功，但是他没有铁鼻功。比赛重启后，刘桂成不愿放过这大好的机会，连绵不绝的组合拳攻势犹如狂风暴雨一般，朝着维克托倾泻而去。维克托经过医护人员的处理，虽然鼻子已经暂时止住了血，但是比赛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，只能被动接受刘桂成的蹂躏。又中了，这个鼻子又中了。像打拳啊，有人喜欢打下巴，有人喜欢打鼻子。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打鼻子的。对，就像蔡老师说的一样，目前这个鼻子出血已经给维克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他一直在张着嘴呼吸。是。双方选手浴血。尽管刘桂成的进攻十分凶狠，但维克托的抗击打能力是真顽强，身子在踉踉跄跄之间依旧坚持比赛。就在此时，刘桂成突然打出一记神龙摆尾，再一次重创了维克托。虽然这家伙看起来没啥事，但已经受了不小的内伤了。但是没办法，这个维克多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蓝方选手维克多开始加强自己前后腿。我们的前两回合，维克托的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前2回合，刘桂成不仅在气势上压制了维克托，其精准的重拳攻势也将维克托打得狼狈不堪。这是两人的决胜局。刘桂成面对维克托的绝地反击，他总是能够完美的将其压制住。尽管维克托的重拳重腿颇有些不要命的意味，可刘桂成的拳腿组合比维克托更加的凶狠。维克托的反击也加剧了刘桂成心中的怒火，台下的观众也都兴奋了起来，不断的给刘桂成加油助威。这个转身后摆拳，这个转身后蹬接转身后摆，这个很奇特的一个组合。是相当不错，再把它转回来嘛，这平常都有练过的。看起来蓝方选手在第3回合还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刘桂成。哇，很漂亮的拳法组合。对，行进间的连拳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个蓝方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刘桂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给维克托机会了。要知道，他眼前的这位选手同样是一位擅长抓时机的选手，总是能够在出其不意间给予对手致命一击。刘桂成随即加强了自己的拳法攻势，打得维克托难以抬起头来。就在维克托疲于招架之时，刘桂成再次打出一记神龙摆尾，精准命中维克托的下巴。维克托当即被踢飞出擂台外，这一脚实在是太恐怖了。维克托当即意识迷糊，昏迷不醒。刘桂成则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大家觉得刘桂成打得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。